啊！天哪，来先看看俄乌战争好了，在强人政治都是狂人发言的全球领袖里面，普京加入了。普京说是被形容叫做做球给川普啊。他俄乌战争，他愿意妥协，有折中讨论的可能跟空间，大家来谈。但他也喊话。假如乌克兰泽文斯基透过一次选举获得合法性的话，莫斯科准备跟他谈判哦。这个比较厉害的这段话是在这里，随时可以跟川普见面，建议美俄飞弹一决高下。什么意思？大家一起来比飞弹啊，看谁厉害，有古时候那个比武决斗的感觉。那他说建议美俄一起来场飞弹决斗，展现俄国的新型极音速导弹真果树，可以让美国飞弹防御系统一败涂地的能耐啊！俄乌战争可以结束啊！美国跟我们也可以先来决斗一下吗？泽连斯基怎么看？他说乌克兰并没有同意俄罗斯基的最后通牒，乌克兰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不存在所谓的普京讲这个有个初步协议的存在啊。那所以到底怎么谈？不知道川普到底怎么样让战争结束？泽连斯基还呼吁必须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才能在今天停火。乌克兰当然想要和平，但是需要很坚强的地位跟安全的保证，否则只是冻结冲突而已。这喊话给谁听呢？给川普吗？俄乌都在拉盟友，泽连斯基喊话的是欧洲国家。他说呢，呼吁欧洲不仅要保持内部团结，他还管到人家欧洲能不能团结还要跟川普政府保持一致。问题欧洲政府怎么跟川普一致嘛？川普是很难测的呀。所以他认为跨大西洋的合作才是实现乌克兰持久和平的关键。越谈越觉得好像更难了。俄罗斯跟乌克兰其实要不是这则报道，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在天然气的合约，就算在打仗当中，也还源源不绝。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送了很多啦，还是在送天然气跟乌克兰，透过乌克兰的这个管线上面。现在问题是合约终于要终止了，这个是根据普京上礼拜四的声明，乌克兰拒绝在本月底合约到期后延长。哇，所以这天然气之前被炸掉北溪，还有其他的陆陆续续一直送给欧洲，那现在这个管线乌克兰不给延长，所以欧洲也收不到天然气了吗？所以欧洲领导人现在紧张在寻找替代方案来维持天然气的供应甚至有瑞士跟俄罗斯的外长罕见的通了电话，讨论俄乌冲突。瑞士中立国也在促进和解，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普京年度记者会里面，我们讨论了像看川普讲了很多，那普京年度记者会也不遑多让，他告诉大家说，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习近平是我的朋友，好熟川普也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他说俄中不会做任何违背两国利益的事情，原则是因为当中有非常大的完全信任。他强调他跟美国川普之间的不同吗？那尤其是美国承认插手他国政权这些谈话让现在在拜登任期即将结束这个时候引起了很多讨论。叙利亚在这场政变里头，美国国防部承认有2000驻军在这里，先前讲的数字或公布过的都还要多。那他们强调，这个是用来支援美军在叙利亚的反恐任务。这跟阿塞德倒台到底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美军的介入？这个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里他视察叙利亚北部基地的画面。但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跟美国总统拜登说，前往大马士革要推翻阿塞德政府反抗军组织？有没有什么的关系？或者这也是美国的策略之一所造成的结果而已吗？布林肯公开的谈过，的确过去在伊朗就搞过政权更迭的这样的实验吗？听听这段谈话。I think if we look at the last 20 years, our experiments in regime change have not exactly been resounding successes. So I think we have to be an appropriate degree of humility in focusing in that way on a problem. But focusing on everything we need to do to effectuate policy change, to stop the country from doing things that are threats to our interests, as well as threats to our values. That 美国国务卿公开承认美国介入别国的政局，只是介入的结果不太成功，他形容成实验，但对人家国家的人民又是怎么样的伤害？委员，这个从俄乌战争就可以看到结果。这样子，俄乌战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只是在垂直增长。我今天特别去找了一下。就是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当这个淮海战役已经结束了，那么兵临到长江前期的时候，那蒋公
也下野了。那么这个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就提出了和平5方案啊。中共呢提出了8方案了，说完全不嘎掉。你会发现这个5方案呢，就希望还保持着中华民国，保持着华统，保持着什么什么。那毛泽东这边，你们通通是战犯，你们通通给我下台。理由很简单，为什么他敢讲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方案提出来之后的3个月，解放军果真过长江，打下了南京。这为什么？就是所有的方案讲什么不重要嘛，重要是你现在的实力还有多少嘛？我请问，现在乌克兰还有什么实力？你知道那个管线通过乌克兰，就是说俄乌战争在打仗，那俄罗斯还每年要付那一个通汇啊，给乌克兰，就是你跟我打仗，我要付钱给你的。今天他要把它停下来，到底是谁受伤？是乌克兰受伤，还有整个欧洲在受伤所以他现在手上他到底有什么筹码？人家说自作内不可活，泽连斯基就是标准的自作内不可活。一个人去挑战一个大国，然后呢，你是依赖别人对你的支持，而这个依赖支持的人没有办法把那个大国用你把它打下，搞得今天你是把这个烂摊是你自己搞的，也是被别人拱火去搞的。天下要看到这么烂的人，这么惨的国家，这么可怕，实在是很少。所以呢，这个普京的那一招也是蛮厉害的。他要和谈可以啊，你重新选举，你起到合法的地位再来跟我谈呢，因为不选举他已经把它延掉了嘛，戳到他们民众的要害啊。对，你也就是说，民众支持你呢，你再来跟我谈嘛。这个暗示的说，你根本是一个不得民心的政权，你要再撑什么？撑下去，受苦受难的就是乌克兰的人民呢。那他现在还有机会在国际场合在那边摇来晃去耶，但是痛苦的永远是人民了。所以政治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吹什么讲什么都不如我手上实力有什么。好，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看呢叙利亚这一局。叙利亚这一局，我想到的是什么？我看到什么？绝对跟民国初年金华的混战有100%的相关。这谁攻进大马士革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旁边还有很多金华，现在我就把它干掉。就好像当时谁打进了北京就当头，但是其他人要怎么样？要干掉。可是所有的这些金华的背后，通通都帝国主义嘛。因为帝国主义要操弄这些人，才能够在这个国家里面予取予求。美国出现了，俄罗斯出现了，土耳其出现了，这个以色列出现了，这个国家还混得下去吗？被瓜分了，全部被。所以说谁打进大马士革，谁赢谁输。我说就像民国初年的金华混战谁进北京，谁称一朝臣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因为下一个家伙又把你干掉，因为你的背后都是组织，然后这些组织呢，这些强国坐下来商量完了以后，那么就要看怎么来决定。命运很悲惨这个悲惨的命运又由布林肯还讲出来了。他说：“哎呀，我们这个还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要谦卑一点。你谦卑个什么东西啊？你去搞人家的国家而且公开的干涉人家的内政你要去改革人家的内部OK， 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讲？美国的社会已经严重分裂了。”我们觉得要来结束美国的分裂社会，所以我就来介入美国，可以吗？假如你们美国觉得介入人家的伊朗是要改革是可以的话，那我用你美国的分裂亚裔、华裔这些少数民族在那里受的苦难，这个社会是分裂的，黑白是分裂的，这个社会带给人类是危机的，所以我们要制止美国的分裂，那我就介入。你怎么样子？听得好像怪怪的。有什么好怪的？这就是伊朗，这就是美国对伊朗讲的话，对世界各国的干预，不就是这样子吗？有什么好怪？他们做的都可以，别人做的都不对。上帝已经不站在你这一边了，不要再吹牛，历史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只要看一件事，5年前你会听到世界的最大的其他2个大国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现在2大国都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想清楚了吗？台湾的朋友们，这一句话你听懂了没有？美国、俄罗斯说习近平都是我的好朋友，那台湾的好朋友在哪里
其实这个俄罗斯普京最新的谈话，我们如果对照川普谈话，川普是说要美中可以共同解决大部分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那普京在哪里？所以普京出来讲，哎呦，我们的地位在这里，他这个也是一个定调，还可以跟美国进行飞弹竞赛。他其实说的这个，我真的希望他这么去做，这有点像什么？以前的武侠小说里面，我们两个都是高手，我们不要打，刀光剑影。不是我先比一下，然后这个我们顺风兄也比一下，我觉得他破我的招，我再比一下，然后他比一下，最后我输了，我说对不起，顺风兄高，我真希望能够这样，武林盟主让给你这样子啊。所有的这种野心家也好，独裁者，他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一个。第二个，我特别要讲一下，我最近仔细想一下，俄乌有一个事情可能我们大家都忘了，当初拜登太有自信了，他认为我们只要一发动全世界制裁俄罗斯，俄罗斯经济就挂了，对，就挂了。他2022年2月他一开打的时候，那个时候卢布对美金是1:75，他一开打他就说，我们几个月之内要叫他调到1:250，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会到250。然后呢是2月对不对？3月份的时候掉到1:145，就真的下去了。然后你知道到6月变多少？1:45，一路拉回来。今天是多少？1:103，你就知道他们以为我可以把你这个整个给卡死，但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这就是他的失策。当你经济没有打仗就是打钱，当你经济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最后美国整个联盟没有胜的原因。其实我要特别要讲一下叙利亚。叙利亚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鼓励他们说，你们要把这阿萨德的独裁政权推翻，这个道理对不对？对呀。如果你今天跟我讲我是叙利亚人，我也觉得应该推翻。为什么要是阿萨德家族常年执政？对，然后他再开始推翻之后，到今天已经13年了，一直在内战。他人口大概是2100人到2200人，他现在为止死亡60万人。伤190万，国内流离失所是760万，国外逃难是400万，几乎将近1700万，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巨大的改变。那当初那个说我们要推翻独裁政权，现在是不是推翻了？看起来好像是推翻了。你以为从此他们就开始幸福快乐吗？我完全支持刚刚盛峰老师说的，这是叙利亚另外一个苦难的开始。这也是我刚刚一开始在讲的，上个题目也在讲，我知道国家的领导人你一定要看清楚那个大势，你要把国家带往一个长远的那个战略是可能实现的。就好像在叙利亚那个地方混乱到什么地步？他那么多的武装组织，随时都在变。今天又跑来一个，因为那里可能打仗，那里人又跑过来了。除此之外，他们的敌对关系也在变。今天我可能跟盛峰老师是敌人，结果我们为了要消灭共同敌人，我们可能又结合在一起。他那里乱透了，这样的地方通才，我再告诉你，只有独裁，而且一锤定音的人能够确保它的稳定。只要一变民主，民主不是这个万能的，它会带来另外一场重大的灾难。大家等着去看叙利亚现在推翻了独裁政权，未来它会变成什么样子？郑老师，当然乌克兰现在的命运就看川普。那川普跟普京如何决定吗？那泽伦斯基这些喊话，不管喊欧盟啊，其实也都徒劳无功吗？昨天普丁他有个例行的记者会了我还是觉得应该谈谈这个记者会给台湾的、给我们的赖清德参考，因为前任蔡英文从来不开记者会，普丁的记者会是马拉松式的，让你问到饱，让你问到好，就几百人在那个地方的，他有问必答。而且是坐在那里，什么都可以问，而且问到最后还有一个快问快答。那个记者问他说：“你觉得你幸福吗？”来一点花边这样。光人家这个架势，你天天说人家独裁，说人家怎么封闭专制，他敢坐在那里问，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好话吗？大家都在问说，那你到底俄乌战争怎么结束？所以你刚刚问题说这个普丁，他在讲，他现在讲他跟中国的关系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而且幽默讲说。茅台酒有，伏特加酒也有，都很式样，就这个在人文各方面都交流。然后普丁谈到这个川普，他说很愿意啊，没问题啊，要见面可以啊。可是关键是，我认为他昨天都是在告诉这个世界，说我愿意谈。他在讲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嘛。
记者问他说：“你谈不谈判？”说：“当然愿意谈啊。”但他马上讲，当年其实刚开打没多久，双方就签好了，几乎已经完成。是英国那个约翰逊那个首相进去搞，把人家搞破裂了。所以普丁讲说，既然愿意谈判，当然就愿意妥协，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可是是谁不愿意妥协？你看看这2天，欧盟NATO那些所有的外交部长集合，发表一个柏林宣言，说继续干，继续支持乌克兰，要打到底。这谁在弄？你刚刚提到那个增速飞弹，它是什么意思？他就讲说，因为这个西方这个放话说，俄国的增速飞弹打不到什么东西的，意思说你没录音的，俄国的军备不行。普京就呛啊，说那我们行不行这样子啊？你们有什么爱国者，有什么萨德是吧？大家来个军备竞赛。他说用基辅做基地，然后在那边我增速打过去，看看你是不是打得了，大家来试试看啊。他用一种不怕不惧惧的来迎战，说我一方面当然是希望能够结束战乱已经够深，但是一方面你要逼我让步，觉得我不行，轻蔑我的战备，来啊，要较量随时都可以。他应对进退其实都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然后他还讲啊，大家都觉得他英国他的经济撑不下去，他承认通货膨胀很高，但说他的已经度过了，他们现在的整个经济的总量超过日本了，日本的整个这个 GDP 现在已经被俄国超过，所以他一边面对问题，一边当然继续把自己的立场守住。所以你问刚刚讲说，这个到底未来会不会，他还是倾向真的是川普上来能够告一个段落，但是到底会在什么地方画下句点？暂时性的妥协在哪里？双方大家都在角力，所以这个谈判就在确立下来之前，甚至还是一句话最凶险。你看泽伦斯基也是拼命干，这边俄国也是加紧这个扩张他的地盘，大家已经觉得打得够久了。可是后面不要忘记，一开始那个阴谋是要拖垮俄罗斯，整个普丁撑在那里，就是不愿意遂了拜登这个邪恶集团的愿。大家看下面就会继续怎么下去吧。就纳闷的是，到底有没有这个突破协议？泽连斯基又说没有，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政治人物的谈话，连有没有，是不是真的假的，都好难判断。好，来看看实际上白花花的银子，就知道真的假的啦。那么中国大陆10月继续减持美债，这是美国最担心的。现在全球都有一个美国的恐川指数吗？那连10天大跌的美股总算止跌了，而这个美债会影响什么呢？这个减持119亿的美元美债之后呢，规模是从7720亿美元降到了7601亿，也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连续4个月的减持。对美国来讲，其实压力挺大的，因为川普介入之后，现在被认为他是个执政党的强势，包括在国会都是，但是在众议院却没有通过他所支持的这一个临时开支法案，因为他为了要赶快要上路之后，就要准备减税啦，各种的措施啦，债务上限就要取消啦，因为可能政府要更大规模的举债，就想不到共和党的议员自己都不见得支持，大概有38个人都跑票哦，所以民主党当然不支持，共和党也没支持的情况之下，就发生这个法案，就没有过关了。跟大家在想的，其实一党独大啦，连议会都已经多数啦。现在36兆美元还会继续往上激增，甚至马斯克的角色被说民主党都痛骂说是影子总统吗？在 S 平台上面的发文，对于国会本周要同意提拨的预算等等的，都还在党或有不同的意见，到底谁说的话才算数？包括关税战是川普立刻上任就要开始举行的哦，东南亚变成一个走私热点哦 ，NVIDIA 是当中夹在里头，非常谨慎小心，避免踩红线呐、所以美国商务部要求 AI 晶片龙头辉达要调查过去1年来产品怎么流入中国大陆，没有要善罢甘休。那辉达已经要求包括了美超微啦、戴尔啊在内的大型经销商都要抽查在东南亚的客户，意思是说，是不是东南亚进去的呢？而美国业者还要求中国大陆的石墨必须如果要进口，就要征收920%，这么高的进口关税，因为这刚好跟马斯克想要的不一样啊。马斯克自己的车子啊，各样，如果这样关税增加，本来就对他的特斯拉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本周这种所谓企业界业者要求的这个提供的高关税，显然分析师认为石墨占的电动车电池成本是制造业成本的10%，成本未来将会暴增900%。那美国的电动制造
的成本，电动车的成本就会更高啊，那就跟特斯拉有关啦。马斯克会同意吗？尤其是特斯拉的股价不到2个月，这个是川普利多效应直接加总到了马斯克的身上，他的这个身价暴增哦。那现在反而是特斯拉被说成长幅度一直在往下滑，前3个月累计交车一直在往下掉，衰退2.3个百分比，甚至勉强只能跟2023年打平衰退的状况，是1/3营收的中国市场所影响吗？毛利被说可能趋近于0，加上关税的话，那么多车辆也是在中国制造的情况之下，它要面临的挑战也很大，以至于特斯拉大陆的厂长才会被小米挖走嘛。有这个新闻引起人大的关注，结果这位前厂长啊宋刚就确认其实不是去小米啦，他后来到了这个大陆的能源巨擘远景科技集团去担任供应链管理哦。新东家曝光，重点在于特斯拉未来在中国市场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可能的改变，也影响了美国国内立法吗？中国市场美国要不要？那好莱坞强片光是这个全球卖座就在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没了俄罗斯市场，中国大陆最近在一些所谓内卷啊，或者是互相对抗的氛围里，也不再那么卖了哦。因此，整个美国以外的市场没办法支撑，永远只能靠国内的时候，再也没有过去这种荣景了。而川普就职倒数，王沪宁在中国政协主席的部分见了艾利森，那强调这个所谓的修习，我们台湾比较翻成修斯底德的陷阱了啊，就是说2个大国之间一旦产生了竞争，有可能美国被挑战权威的时候就要战争吗？所以他认为中美才应该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的去管理分歧，避免不必要的历史所谓的宿命吗？要扭转它。那美欧的贸易战还是在进行，川普也要对欧洲而来，欧盟特别喊话了他说，在美国跟欧盟之间，如果真的贸易战的话，谁是最大的获利者？就是中国啦。谁在笑？当然是中国啦。所以要美国不要这样干了哦。但问题是，美国川普上来之后，没有人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委员，这样子这个加者替到底对美国的军工产业有多大的影响？那么就在12月17号，美国国防机密公司所公布的这个报告里面呢，想得很清楚，对美国的军工产业影响程度87%，什么意思？它那个数字大到你很难想象。比如说，对于各军种有1万多的影响对于海军大概有6000多的影响。那对于种类的话，比如说对炮弹、对于飞机、对于导弹，大概有几百种的影响，它那个数字真多这样那数字也没什么意思，只是告诉你，加者替被管制了之后美国的军工产业会是一塌糊涂。他现在只能用他自己所拥有的存货那加者替的产生又不同，不是去挖了就有，因为它是副产品，就是说某一种，比如说炼铝的时候产生了副产品，才有加跟锗没有这个副产品，所以你要的话呢，不是你有没有加跟锗，你要去搞一个炼铝厂，然后炼铝厂产生出来的副产品才会有，那你要牛年马月也就是说，美国在这里一直不愿意面对一件事，不愿意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而是意图用遏制的方法，以为可以把中国给打败了。这一点已经证明，从18年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办法的，这是很明显的表现的在这里。那其次呢，就是对于特斯拉的角色，特斯拉角色要用全球性的角度来看。特斯拉的电动车跟中国的电动车比起来，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特斯拉在整个市场上，它是占中高端的市场。所以中高端市场在中国大陆里面，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它是全球布局的。是，那全球的布局里面，它非中国这一个工厂不可，因为只有上海的这个超级大工厂才有办法远远提供它要出来的产能，而它想在墨西哥跟在德国的超级工厂，到现在影子都还没看到。所以在这样的情境里面，你说马斯克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已经很清楚。至于美国的国债，只要看拥有的3大国中国、日本跟英国在抛售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在这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2党的候选人骂来骂去，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不敢谈一个问题，
美国的国债该怎么办？哎，这是美国的一个要命点呐、美国的国债现在是变成了一个大家不愿意去面对，可是有一天人类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惨况啊。那在这个选举里面，没有人去谈，没有人去碰，没有人去处理，现在终于搬到台面上来了。我相信美国今年的年大概不太好过。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就任倒数计时，而对于企业界来讲，像 NVIDIA 啊，很多大佬都要赶快求见想办法解除川普的戒心，其中 NVIDIA 也很担心。其实有很多这种大的政策你不要太细。我教大家一个看法，就是你从外观去看，你就看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人，谁获利。如果所有人都获利，那这个整个的计划就很容易推动；如果所有人都不获利，那基本上你根本就推动不了。那当然，大部分就是某些人获利，某些人不获利，这要看获利的是谁。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像我说，美国已经管制中国的这种技术这个晶片已经到现在有6、7年了吧，对不对？那为什么一直都还有呢？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说辉达什么透过这个东南亚过去？你去想想看，管制辉达的这些晶片到中国，第一个，辉达有没有获利？没有啊。你不准我卖东西卖到中国大陆，它是我最大的市场，你也没有担保我来买这是第一个，辉达是不获利的。第二个，东南亚这些厂商，你不让他过去，他原来转我赚一手钱的，你禁止他去，那他会不会获利？他不会获利，那他会怎么办？他就会游走那个法律的那种灰色的地带，咚，他总是想办法去卖。第三个，北京是一个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会不会落实这个管制的法令？北京落实了有什么好处？它完全没好处。那第四个，大陆的厂商想要去买这个晶片，这些厂商，我请问你，他会不会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去买？好，想要落实这个政策，就是不让这个美国的这些晶片到中国大陆。各位，我最后一句，谁获利？我告诉你，只有一个人获利，美国政府。当然，连美国厂商都跟着要一起倒霉，你知道？辉达会愿意吗？他怎么会愿意？所以只有美国政府。那既然只有美国政府获利，那我问你，别人为什么要配合你？我说他倒不敢说去反抗他，但是他们会用尽各种的灰色的地带，东来绕去的，所以真的很难落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政坛在川普上任之前也都在看一件事情，到底他跟马斯克的关系什么时候会产生变化？这个是政坛新现象，值得观察一下了哈。就说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已经这个讲好了，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就讲好在众议院要通过一个紧急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如果没有通过，过几天他政府就得暂时关门。所以这个严格讲，这个好事一桩，结果马斯克就发言说不可以让这个法案通过，讲了一堆理由，结果呢风向就转了。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就表示不支持这个法案，那不得了了。那这一下哇，大家都讲说，这个民主党的议员怎么讽刺说，总统马斯克怎么样？显然他这个主张得到副总统川普的支持，把他颠倒过来。那在讲谁？谁是真正的主导者？原来是马斯克，这个在挑拨马斯克跟川普的这个关系。那川普的发言人马上讲说，不是，我们有表态，我们表态之后，共和党的议员才跟着改变。但这个东西说真的，那马斯克是不是乱来？因为大家都在看他新的介入这个川普这要改革。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公益人士郑春琪老师，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浅秋好，大家好；前彰检舰长黄征辉上校。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几个最新的消息包括了赖总统在他的维安团队里居然有人泄密吗？
这个新闻是说，保六总队的警官涉嫌泄露赖清德的行程哦，这个行程不公开却被公开了，泄露给民间友人，到底目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这个新闻在这个时间发布出来，总统府说重话，说这个是伤害国人跟国家哦，是什么不得了的私人行程？而这个时间公布，是不是有特定的意义在其中？赖总统的行踪被特定人士掌握了吗？例如赖总统在接见美国智库访问团的时候，特别自己讲的，强调哦，中国，他形容直接讲中国持续透过军事行动升高对于台湾的压力，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一直在告诉大家好危险哦，他自己人生行程也被掌握，或者是随时对台海有现况可能都有状况吗？但是我们没有忘记的是，赖总统才刚刚在脸书上公开的发文，他讲的是非常有制高点的一段话。他说：“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国会，能够以理性、遵循民主程序、落实实质讨论的精神，这样来处理各项议事与法案。”他才刚讲完这一段话，接下来在立法院发生的是什么？民党的党团就打破了窗户，冲进了议场，锁上了门，甚至用3秒胶粘住了门。那这种叫做民主程序落实实质讨论，还是执政党就可以做这样的事吗？他不是在野党赖清德的权力比尹锡悦还大吗？还有身兼党主席才能够操控执行长吗？执政党吗？就差没有军队冲出来而已啊！所以他们本来是算自己人了吧？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游盈隆，他在今天早上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赖清德总统的治国能力会被质疑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史上最弱的民进党这群立委的论述能力。同时，也是发出了挺戒严文的这一群人，现在做出了这样的乱象，不管场内场外，他认为都是不合理，而且是不应该的政治决定。如果赖清德这样的现象都没有办法处理，也没办法解决问题的话，恐怕会让越来越多人质疑他的治国能力，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吗？看看南韩好了，难道韩国的状况是赖清德现在受到启发的结果，所以才做这些结论，冲撞立法院的吗？因为南韩戒严侦查组继续传唤尹锡悦，他先前已经拒绝了好多次，结果还有第3次的拒绝。那么本来是要求，现在已经要求限期25号圣诞节的当天就要到案接受调查，如果再不去，真的就要发布这个直接逮捕的命令了。他的律师石东炫，大家都说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检察官出身，金牌律师啊。他说从来没有考虑发起内乱，用法律的这个模糊的空间来解释的话，就是说，而且戒严令失败啦，只维持短短几个小时，就依照国会要求解除了，称不上是内乱。好了，都是为了国家的民主而思考，所以就可以拒绝现在法律上大家所通过的所有的条件或条文，就像台湾一样，立法院通过的条文都反对，那个检方叫他去说明，他不去，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吗？韩国国会议长新任了那个宇元直他说，这次的事件并不是宪法有所不足，而是尹锡悦总统的权限没有好好考虑宪法跟法律规定的误判滥用了权力。而民调告诉大家，在南韩朝野两大党的支持度差距创下了历史上的最高。盖洛普民调里，国民力量党执政党只有24，共同民主党达到了48。所以韩国的党政高层会议继续举行。那么说要跟这个共商跟美国的新政府沟通的方案因为川普也要上台了，到底南韩过去的拜登路线会不会怎么改变呢？这个这个议会党政高层说的是，坚如磐石的韩美同盟，保持严密的戒备状态，严防国家安全出现漏洞。这个话都跟我们好像跟坚如磐石。那怎么样会是漏洞呢？他希望能够增加跟美国、日本众多盟国的加强互信。韩国代理国防部长金绍浩跟美国的国防部长 Austin 通了电话。那美国 Austin 本来是一度说要访问韩国的，也都取消了。现在呢，双方对共识是什么呢？包括了政策合作、韩美同盟这些事宜交换意见，确定政局是稳定的吗？
才能够确定美国的同盟关系依然坚固。但戒严风暴对于整个韩国的经济来讲，整个造成的重创是很难恢复的，包括了韩股整个崩盘，韩元创15年来的新低，更是让南韩当局即将抛售500亿的美元来干涉外汇，免得接下来整个韩元走弱到根本不可回复的状态，整个经济会崩掉。因为大家都知道，南韩现在状况并不好，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再是雪上加霜。而在外汇危机的部分，世宗大学的金大中教授也说，韩国的生存战略是扩大美国共和党的网络，来增加本地生产，把贸易重点转向美国像这样的美国的外汇的这个韩国外汇存底4000亿美元哦，占 GDP 20%，所以现在韩国呢就必须由央行来储备高达93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才能稳定啊，但这个难度就很高了，包括出口危机现在美国准备川普正式要上台，号称对中国要征收60%。对韩国要增加10%的关税，所以在就职之后，整个川普大家恐慌指数越来越高。那么韩国出口面临重大的危机，包括预计可能会下降至少15%，包括了汽车、电池、半导体都是重大危机。盛峰委员在看到这个赖总统的亲近的维安团队都出问题，他是要释放的讯息是什么？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也不必猜测什么动机。作为一个警官，来泄露这个信息就是不对，这个绝对是不对的不管党派政治立场，因为这个确确实实他已经违反了他的工作伦理，所以应该好好调查。只不过在民党的立场，必须要考虑，为什么担负这样任务的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是不是你的领导的正当性也是被怀疑？但是做的绝对不对，这个没什么好讨论。导致民进党要好好的想一下，在你们在立法院拥有多数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通过法案的？是像坦克车一样碾过去的？什么时候跟在野党商量过啊？那时候你们讲的话叫什么？这民主选举，那少数就应该尊重多数。好了，现在多数已经出现了，那你们呢？是用什么东西在尊重多数的？是用违反所有的议事规则，违反了所有的该有的一个程序。那这个时候，当你讲的这么漂亮话的时候，请赖清德出来讲几句公道话，让我们听一听。这个才是对，这才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该有的高度，不是讲好话，而是做真事。否则的话，我认为民进党会跟尹锡悦一样，挂着民主的招牌，准备要干独裁专制的勾当。这个是我。不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因为你嘴巴说的跟你在做的事是完全两回事。那么其次呢，就来看看这一个韩国的部分也是如此。韩国这部分大部分是内乱罪，我们来看看。我最近呢，因为韩国的事才比较去关注韩国的资讯我才发现不是还有人家是有不一样的看法的。总统是有颁布戒严的权利，这个没有错。但是戒严的颁布要内部有一定的程序，比如说他的国务会议要多少人，然后呢，我们的范围是什么？完了以后要把这个东西即刻告知国会，说我准备宣布戒严了。那国会你们怎么样来支持我这个看法？他这一次不是他是用偷袭的然后会经过城里的程序，然后准备去干什么？准备去封锁国会，抓政治意义。对他讲起来的所谓的异议人士，这个当然是内乱了。这已经你是用你的权利，这个是给你可以颁布戒严令的权利，但是你准备干什么？干政变呢？就好像民进党今天的做法一样你用总统的高度讲尽的好话，放任你的下面的人什么轻轻袅袅的搞什么鸟东西的，那这个东西你就没有资格跟大家谈论这一些该有的事情呢。所以今天会当作内乱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照规矩来。平常心讲，对于韩国的民主政治我们有时候还会笑他，可是我想我们有资格笑人家吗？人家最起码当总统犯错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法律体制是出来制裁你是不对的。那我们台湾呢？我们从大法官到整个的行政体系，
谁敢说民进党今天在立法院如此的作为，少数如此的作为，你又是行政权的拥有者，又是立法院的少数，如此的作为，既然前党是不说一句话，而且还引以为荣的说，哎呦，假如能够把它给瘫痪了，那更好，完全不能比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危机啊，这危机是我真的有点吓一跳。韩国那样子的经济成就，而且也跻身于所谓开发中国家了。我没有想到它的外汇存底竟然只有4000亿耶，很可怕哎！而且它开始在逆差哎，它这2年开始在逆差，这个逆差又只有4000亿的情况下，我看啊，虽然他们提出的这个方案啊，我觉得就韩国这个方案，完完全全配合啊美国，然后把韩国的产业移到美国。让生产制造到美国去，可能还有机会，但是韩国的产业也会怎么？也会一样的崩盘跟空洞化。我没想到韩国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是不是跟他们这几年每一任的总统最后都上监狱啊？不然就自杀是有关系。为什么？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地方，会把自己难得拥有的资产，会一夜一夜之间的耗尽。韩国就是台湾的一面镜子啊！但是我们有该学习的，有该警惕的。学习韩国的法治，把那个违法的政治家伙啊，该抓的就应该抓起来啊，不能这样子让他令其这样恶整恶搞啊！有啊，有学习啊，我们民党立院党团发的文就告诉大家，他们挺戒严了嘛。哦，那学习的方法是变形版，那外面有青鸟，内部有立委们，也堆椅子啊，也冲突。南韩总统发动政变，这个不是个小事，举世震惊，而且众所瞩目。真的，台湾是应该好好学习，因为我们太多条件是太相似了。那重点是学习什么了？我想今天在台湾好像已经船过水无痕了。大家不要忘记啊，他根本是要解决尹锡悦自己内部的问题，他的统治的问题，他的犯法的问题。他用的是北朝鲜要入侵，然后后来发现他这个布局。他连他自己同党的都要抓都要杀，然后那个部队明明就是自己的特种部队，要假装成北朝鲜啊，包括什么把驻韩美军都敢杀。那为什么他敢这样做？因为有个跟台湾跟韩国共同反这个冷战之后的整个反共的冷战结构之下，只要 A 加 B 就等于 C， 老共是妖魔，他们不断要侵犯台湾，放这个风声，后面结论说狼来了。这个已经几十年在台湾，不管蓝绿白，全部都被洗脑。韩国也是同样的结构，所以尹锡悦为什么胆大妄为到这种地步？还好差一点点，他没有得逞。重点是他敢发动，那下面这个根本的问题在台湾一模一样。回到你今天开始讲的那个警官啊，我现在都比较敏感，以后看到这种东西啊，灌你呀，嘎嘎不灌，我仔细去看。第一个，这个消息为什么这个时候弄出来？第二个，这个警官是。看起来已经当了一段时间保六总队的警官，是520赖清德就职之后把他调到这个特勤室里面，然后他说是台南的检察官在办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无意中从那个人的看着手机看到有总统的相关行程，一查哦，原来是这个保六总队调过去的这个曹姓警官从那边露出来了，那新闻就这样了。然后后面开始讲说中国在谴责哦，这很严重。那对我来讲，你有很多东西要弄清楚啊，那个有他形成那个另案犯，那个是谁？为什么会有？这个姓曹的为什么要给他？后面有什么目的？是为了花钱，还是想要知道种种行程，要去贿赂，要去巴结？那我们没有这样想啊！一个连结说哦，泄露种种行程，种种愤怒不可原谅，一定是接受老共收买。你马上就这样，这个一定是准备老共拿到种种行程资讯斩首，就是这样啊！我讲的是不是对？不假思索，因为很多种可能嘛，你都没有清楚跟我们交代行程为什么泄露，曹姓警官的动机是什么？你既然办到这样子，你新闻都发布了，你讲清楚一点嘛。他故意，我认为他是故意不讲清楚，一种暗示。你马上自动反应，哦，老共要来了，这是坏到透顶嘛，这才是最可怕。那几个什么，我们盛峰庸最讨厌的什么八什么桶的那个三角嘛。最近不是都在布这种局吗？是不是？
那你看，接着你刚才讲这个赖清德主在讲说，这个企图改变台海，中国企图改变台海现状。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也是一肚子火。什么叫改变台海现状？你搞台独算不算改变台海现状？你没有界定啊！美国人很喜欢讲说，什么不要改变台海现状。每一次改变台海现状的，最积极最坏的就是你美国人，再来就是你民进党人家搞台独的，是你们先破坏两岸的现状，然后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你看中国要破坏两岸现状，然后呢，危险了，我要扩权，我要掌权啊，我要对付很多国内的政敌，包括现在青鸟的行动，都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国会要祸乱台湾，所以韩国留下了这么一个恐怖的，这么应该学习的，我们有当一回事情吗？有从根刨起那个可能让这个当权者滥用戒权，然后戒严来为自己的政权护航，这个危机有过去吗？没有啊！你刚刚看到这个警官这个消息，不就是自动就这样联想吗？哦，一定是老共收买的啊！为什么是这样？你今天侦办在你手上，你把真相公布，他为什么不公布？就是故意的，放风声，然后留下悬疑空间，让你自动对位。坏到极点了！民进党这边，我同意刚刚盛峰讲，贼心不死，我们一定要全心警觉。县长，像尤金龙说，他认为如果这样再乱下去，民进党的执政是这样执政的话，他认为大家会越来越怀疑总统的治国能力。这个赖清德其实他的治国能力最主要的一个根，就是他立定了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是我们觉得很难去达到的。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最重要一个，我刚问老师是一模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从军事观点看，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所有的军方碰到这种演习他基本上都在告诉国人，你放心，我们有掌握，不要担心，这是一直以来都这样子操作。这一次就是赖总统出访的操作，完完全全的相反。他把他说的非常的有史以来最严重什么，他所有说的其实你很快就发现别人都觉得你说的是错的。但是我就在讲说，为什么国安团队、国防部在做逆向操作？然后你再从这些所有的东西你就看，他其实他在做整个的一个氛围，就跟刚刚郑老师讲的一样。这个警官的是他在告诉你，我们国家现在是内忧外患。恐怖感，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你再看看他的所有的这些做法，比如说他第一时间反应，他是完全支持的，因为韩国戒严的理由我们完全有，这第一个，第一时间反应最忠实。第二个，那在野党国民党说要修法，24小时之内要送立院的，他们说这个不急不修，拒绝修。然后还有一个，柯建铭昨天晚上发了一个，他说未来1个月是国家存亡的时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昨天晚上他在他的脸书这个发布的这个东西，所有东西弄起来之后，就是告诉我们，真的是现在是国家存亡的时刻，内忧外患，所有的这个敌人，在北京解放军中共谋我日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国内又推动不了，你看又有这么多的在野党一直在挡这些东西，最后他就是要推动戒严。其实这是他的心中的想法，你别以为说戒严是不可能的哦。我先跟你讲，只要他来镇压的时候，先不要说军队出来，他只要在里面藏一个人，这些都是这样的，丢一个手榴弹，炸死一些警察，或者炸死一些军人，你试试看戒严可不可能？精细的操作，戒严在台湾的社会真的可能，可是在韩国很困难。所以柯建铭讲那句话，国家要亡了的感觉，未来1个月是为戒严来做准备嘛？未来1个月台湾可能发生嘛？